看啊，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《三国战记2P 系列的原版啊，这个也是玩的是不可复制版啊，也就是所谓的205版啊，不是这个204版啊，2不可复制其实也一样的。虽然说正版呢这个游戏啊，但是呢这个正版有两个嘛，一个是可复制的204，还有205，但205呢也可以无限地图的这个神器。那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咱们操作者呢是大空翼。表演的这个是引庞统的禁地一命啊，全程不放宝，对吧？这个权威难度，也就是相当于天王难度啊，权威难度禁地一命，这个操作还是可以。引庞统呢，由于有驱兵神技，有一些非常牛逼的这个必杀，因为咱们不进气儿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操作性。没有这个宝呢，也照样是吧，能够一命。当然技术就摆在这儿啊，也确实是大神。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操作的啊，在这里面大家伙都了解啊。老板换爹，男人要以事业为重，是就是这样的啊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人世界上有很多人享受到了权利，对吧？享受到了权利给人带来的这个欲望，是不是？那么对吧，就会有权利有金钱，是吧？情人节的时候也好发挥，对不对？送礼物的时候，屌丝好不容易攒了一个苹果手机，但是老板呢一出手是什么啊？没法说了，对不对？跑车呀什么的，有的可能人家都不说啥了，我给你个跑车又不是你的，只是让你开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比较怪怪的啊。好，感谢阳光哥的一手大金卡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由于咱们即便是选这个引庞统啊，不是正庞统，但是照样呢是有地刺儿的这个技能。由于不能放宝啊，所以说咱们烧不了这个地下的这个雷，咱们很多剧情就是正常过。因为这个版本呢是《三国战记2P》，对新手来说比较友好，但是呢越往后玩越难，进地就更难了。但是《三国战记2》不是2P 的话呢，就是上手特别难，往后玩呢比较简单一些，啊，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听我狼聊天长知识，那必须长知识。而且啊，我狼的价值观呢，并不是我说实话啊，我并不是那种我不正，而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有的人他即便不正，他也对得起良心；有的人他就是有这个缺点。很多人说情人节有没有情人呢？那你像那个段正淳，我相信他是爱他经历过每一个女人的，当然康敏除外啊。但我说是这个意思。对吧？他每个人都喜欢，比如说阮星竹啊，比如说这个刀白凤啊，比如说这个秦红棉呀，什么甘宝宝啊，还有这个王甘罗是吧？王什么我忘了啊，对不对？这王夫人啊，对吧？这个他可能每一个人他都喜欢，他都爱，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真的，但是在这个价值观方面上啊，即便啊那个时候是可以纳谢的，但是他们每一个女人都会认为，你要是跟你是我的，你不能是吧？这里面很多人其实吧，大礼炮王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大礼炮王才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第一主角，当然他也挺亏的啊，他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结果他正宫娘娘最后给他抠了，这个儿子不是自己的，对吧？他可能是没有那个基因，生不了男孩，所以有一个男孩感觉挺怪的啊。所以说段誉非常难受啊，就是他开始唱歌了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呀？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？就这种，是不是？服了我了，记得那么清楚。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的就是《鹿鼎记》和《天龙八部》，尤其是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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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的那个版本啊，是不是？当然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你看啊，这个情人节这块儿，刚才我也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现在角度来讲，咱们讲男女平等啊，我相信大家伙是支持我，也不要抨击我啊，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啊，因为这个只要你平时对他好一点，不是说你节日非得对人好，你平时对他好，对吧？比什么节日的时候表现一下，还有这种现在可能是价值观也变了，或者说已经套路都变了啊。我记得早些年，一整到了过了情人节啊，什么38呀，什么过年呀，一整就有一些人在搁那晒这个什么晒这个红包啊，谁给谁发了个520啊，什么1314啊，什么感谢谁给我送的水果7啊，什么水果8的。
水果手机啊，我意思是啊，这就是送了我什么一个项链一个手镯的。现在想想你哎还好，你说这种情况下就是男性的自保啊。我不晒，为啥说现在好多人都不晒了？你晒了反而你变 low 了，你变得很 low， 对吧？现在晒什么比较不 low 呢？比较自然一些啊，比如说情人节啊，去吃一个非常牛逼的美食，俩人去吃一个比较上档次的这个日本料理啊，什么哎，或者说是出去旅游。好，这是驱兵神器，已经驱兵了啊！现在就是单挑 BOSS， 哎，比如说去什么马尔代夫旅游啦，我去挪威旅游啦，我又跑到东京去 shopping， 我要 shopping， 我要去日本 shopping 啊，对吧？哎，现在开始套路变了，你简简单单送个水果手机，人会说了，哎，装什么装？有冒装的啊？或者送红包的，那送红包的那就要这么说，我跟郎嫂倒一手，对吧？我说来，我对吧？我送给你，反正在自己家钱，你送你别说送1314，我他妈送1314159263，我操，怎么说啊？对不对？没意义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有啥意义的啊？你说这个意思啊？真心对待人比什么都强，对吧？不是说过到节日了却怎么样，但是有一些。绿茶呀，或者是什么的，或者说一些，哎，他就会拿这个事儿，有可能人家不只是一个情人啊，就不只是你这一个舔狗，人家可能就是对吧？人家拿这个语言刚你两句儿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哎，这个还会生气呢啊，情人节了不送礼物，不送红包的，你舔个屁呀、你舔谁？不搭理你了，对吧？待会儿要迟早看开这个事儿啊。记住啊，上赶的不是买卖，是不是？没这个能力，你趁你先去趁早赚钱，对吧？你知道你说，对吧？人家说，哎你，对吧？这个你如果说你要是这么样，我就跟你去宾馆给你开房，哎，你说什么条件？哎，就干脆点啊，免费最贵，哎，对吧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，你直说，咱在不违法犯罪的情况下就来，就整就干。无所谓啊，你非得给他扯什么？哎，对吧？明明就是挺物质的啊，明明很物质，还非得打着那种你不爱我，你不喜欢我，你不是要追求我吗？你不是舔我们，对吧？该你表现了。然后你看看人家啊，你看看谁，那老谁那小谁，对吧？啊，你瞅瞅你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能晓得吧？所以说啊。走着故事，大家伙不要被利用了啊！当然呢，也不是说赚了钱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送。说句实在话啊，如果要是碰到这种事儿啊，对吧？你还不如你对吧？除非你有情节啊，除非你有情节。你说这个我必须要是得到他呀，还是什么的？反正就是，反正随你，反正你看你怎么想。你就飞点，那你要这样，那你对吧？那你就直接一点，他是物质嘛，那我就赚钱，咱就物质呗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用物质去换美女的真心，能换到啊？是不是？像现在相亲市场，是吧？你无论说是国内国外的，比如说日本嘛，这日本啊相亲市场，比如说，哎，这刘琦说我招你惹你了，精神病啊！啊，对吧？就是比较看重的是什么？你像日本的相亲市场比较看重的是你工作稳不稳定，说白了你有没有钱，不是那种钱啊，就是吧？日本可能。现在女性比较务实了，对吧？不是说你大老板，他也不指望他自己的本事能嫁给大老板，但是你只要有个工作，但是对吧？你只要有个工作，我就行。哎，不有工作不家暴就行。咱们国家可能还没有上升到这个问题啊，但是说你现在来讲，是吧？你指望还有这些什么浪漫什么的，两个人感情好了，每天都浪漫，每天都浪漫，知道吧？我在乎那1天2天的啊。人家要稳定，所以说碰到物质的，我希望大家伙趁早看清。你如果要是真想跟他结婚，你也知道他物质，那你就拼命赚钱，用你的真心打动他的这个物质，对吧？打动他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并且跟人好好过。如果你只是想临时性的，对吧？哎，这个，那你也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考虑我能不能对他好，能不能通过我的这个物质让他爱上我，即便我没有这个物质，以后他也会爱我，你就别想了。因为只要你确认了这种事儿，很多人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啊，对吧？这里面我并不是说情感大讲堂啊，我只能借用这个《三国战记2》的这个背景，对吧？背景游戏，我跟大家伙讲点实在的，是不是？谁没舔过？青青谁没舔过，对吧？也舔过的啊。
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不一样。你像以前我郎追求女孩，以前也有前女友追求女孩。那个时候呢，虽然说女孩也物质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价值观、人生观可能跟现在还不太一样。那时候也好一点面儿，对吧？也会矜持一点。即便是女生，她想，但她不会这么做。再加上什么？那个时候吧，岁数都小。用一些真心呢，也确实能打动一些东西。现在有很多的妹子啊，你所谓的真心，什么给她送早餐，每天送人回家，是吧？用你那简简单单是吧，这一点那种所谓的心意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懂不懂啊？懂的都懂了，不懂别问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到了大家伙喜闻乐见的《三国战记》，怎么这个人气突然就下降了呢？啊？是不是我郎啊？你懂的啊。OK， 老嫂应该是睡了。叉腰哥，叉腰哥好久没来了啊！我说句话什么意思？懂的都懂。我秉承着叉腰哥的一个这个精神啊，就是这个兜里没货的时候，对吧？不敢说话，现在说话了，说明有货了啊！这个明示啊，叉腰哥，我郎你现在这么不要脸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对不对？树没有皮，必死无疑，对吧？对吧？揪住，你看，我深得绿茶婊的这个青睐。比如说，女神经常会晾你一段时间，不跟你说话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你也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也会想，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吊着。我要真不跟他说话，万一给他整急眼了，让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怎么办呢？万一那以后我要是吧，哪怕以后有点小忙或者有点小红包也好，小礼物也好啊，我必须得是吧跟你说两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事就会跟你说的嘛。这有的时候他不跟你说话，他也不跟你说干嘛呢，也不跟你说什么，给你发个小表情，哎，然后呢？就等你说话，你说话他又不回了，然后过一会儿啊，我刚才忙去了，我刚才洗澡去了啊，怎么了啊？然后你反客为主了，他会问你怎么了？你找他有事吗？哎，就是这种啊，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？是吧？深得这样的精髓，你这一下子就会说了啊。然后你比如说到点了，是吧？这个是吧？给你唠唠这个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故事啊，空赤老人。没事啊，我给你介绍一家优秀的融资公司，啊，这个可以选择去贷款，然后就有鱼翅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要是你没有这个什么信用啊、抵押什么的，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器官捐献呀，啊，是吧？啊，眼角膜捐献之类的啊，你试一试啊。反正我超级火箭就等你了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三国战记2为啥不火呀？生不逢时，而且画面比较写实。这个加上上手比较难，套路比较深，所以说很多人就玩的比较少了啊。还是自己摆脱不了。其实想一想啊，也是要时间会冲淡一切啊，也会让人忘掉一切，甚至是无法忘记的事啊。如果说按照我现在的想法，也会变。也会有一些纠结的问题，有的时候你会想啊，他为什么不回我呀？哎，我们约好了，为什么放我鸽子呀？是我哪做的不好了吗？人就是这样的。第一，上赶的不是买卖；第二呢，总是啊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讨好性人格？是不是我做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为什么不好？是不是我做错了啊？这个人不狠站不稳。但我说这个狠不是违法犯罪那个狠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仅要对别人下狠心。你要对自己下狠心，对别人下狠心的那种狠心，就是说，你明明知道他对你不好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是做的不对，但你居然会考虑到是不是我哪做错了，他才这么对我不好的？哎，你得对自己狠一点，知道吧？人首先你要想强大，你对自己都不够狠。比如说小的时候，对吧？你好好学习。啊！别人熬夜到12点，我熬夜到2点，我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我必须要狠，我今天必须要考到全班第一，年组第一，这也是狠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天天对吃这一块就是非常非常喜欢，爱好没有就是吃，但是呢吃的非常胖，结果呢有一个女孩跟他说你只要减肥，我就给你开房。
而且这个女孩说一不二啊，江湖上都是有口碑的，美女，哎，你这一下就直接就，那我必须得从他妈300斤减到他妈150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一下目标就来了。有的人说从小吃苦受罪，对吧？在小孩的时候就吃尽了人间的很多疾苦，啊，不仅对吧？这个养了很多弟弟妹妹，就跟高启强似的，对吧？啊，又当爹又当妈，挣钱不敢花，是不是？然后，那有机会我必须得抓住，就得赚大钱发大财，穷怕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当然不是教你违法犯罪啊。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为什么努力，为什么创业，为什么要改变自己，对吧？因为他自己吃过的苦，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吃，啊，再加上权力啊和财富啊，都是能增强人体的这个个人的欲望，对不对？让自己变得更猛烈一些，所以说才会有，对吧？这种欲望呢能驱使人进步，但是欲望呢也会让人迷失，有好多人就会迷失自己嘛，对吧？对，懂吧？人说情况就是这个样，你想想是不是啊？不是很是卷，其实也不一样。有的人卷是没有意义的啊，盲目的努力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机遇，没有天赋，没有背景，盲目的卷是没有意义的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学习，很努力的在想要让自己的学业更好，可是他天赋没有。再加上起步的时候已经是落后别人很多，别人都是名师指导，即便是一个中不溜的人才，普通人，但是从小就培养也会比正常人又会好很多。但是你从小就是那种今天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学费都交不起，还得出去兼职，你要再没有天赋呢，是吧？人家看人东西就是过目不忘，你背了10遍，第二天早上就忘了，那怎么办？一样的，人和人是不公等的啊，对吧？哪怕你天赋有一样，哪怕你背景有一样，就是没办法。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他的一个天赋的地方，就是说我这个没有天赋，但我另外的地方就有天赋。人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地刺儿，咱们看看这里面这个驱兵啊，跟大家伙说，由于这个驱兵器啊，这个就是造成单挑，然后哎，他背对着自己才能无限这么连，正对着自己。就得想办法，就得让他打成背对着自己的，然后地刺儿。2个强哥，好，背对着自己就可以这么整啊。其实在这里，大家伙儿不要觉得我在跟大家伙讲人生课啊，我又不是人生什么情感什么这种纯大师，但是呢。大家伙就记住一件事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即便情商、智商都在线的人，他遇到自己的家务事或者自己他真喜欢这个人，他可能有一些性格上的情节，比如从小就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人他变了，或者他以前都是伪装的，他就是喜欢这个，他会驱使你，让你整不了，让你觉得没办法，我要想得到他，我就得改变自己，也会迷失自己。所以说都是一样，都是欲望。人对权力、财富的欲望，最原始可以追溯到性，对吧？这都是驱使了啊，是不是？大伙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件事啊，你色即是空，对不对？哎，懂的都懂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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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狼人民网说好好干，日子会越来越甜的。对，但是人民网他这句话说的，我也告诉你了，人怎么样才能幸福感更高，对吧？你要不然就像那些卷，逼自己一把，有天赋、有机遇、有贵人啊，对吧？有好的时代，这些都有的情况下，你才可以出现这种状况，才能满足，条件特别苛刻。但是你要提升幸福感，有一个不需要这么苛刻条件，甚至很简单的条件就能实现的。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自己降低你自己的欲望，对什么都没有欲望，或者欲望很小，你的幸福感也很强。在这里跟大家伙补充一下，即便是很多有钱人，他也有他的
苦恼，对吧？没钱人的苦恼就是没钱，有钱人的苦恼那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就跟空城，对吧？就跟围城似的。那城外的人想要进城，城里人想要出城。有钱的人觉得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宁可放弃我所有的财富，我想换取的东西。而有一些没有钱的人呢，他可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，我要换钱。失去了灵魂，失去了自我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啊。但是呢，你看，没欲望，你是没机会出头，对吧？出头就是你的欲望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欲望。我的欲望就是今天晚上我吃一道鱼，明天我吃一个肠粉儿，对不对？我的欲望不是，对吧？不是什么白金汉宫不什么的，我的欲望也不是什么马云呐、王健林啊，我的欲望就是简简单单。怎么办？那就完成了，你已经达到了，你已经达到了啊！这里面我并不是说在这里啊教大家伙要无为而治啊，学这个老子。其实事实上，作为一个有为青年是可以的啊。这问题在于不要迷失自己啊！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即便说是用自己的天赋，用自己的家族财富，对吧？用自己的血脉，用自己的这个情商、智商，合理合法的获得财富来完成自己的欲望也没有错，只不过好多人没有这个条件，你还想要完成这个，你就会迷失自我，可能会走上违法犯罪的路线，你的三观都会扭曲。当然我认为普通人最好还是降低欲望，只要你降低了欲望，不要比，不要，对吧？做人不要太攀比，踏踏实实做自己。如果非要比一比，那就比比激光雨，有 R B B R G R O U G， 就这，对不对？欲望第一，并不是说这个人，哎，好多人说，哎，你看看人家，对吧？你对吧？可能说，那你娶个媳妇儿，你媳妇儿觉得你丢人，你可能说，那我不娶媳妇儿不行吗？其实想一想，那你找一个跟你一样价值观的人呗，对不对？也是有这个机会，你找一个跟自己一样价值观的，两个人都一样，是吧？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这里面，希望大家伙一定要对吧？合理的审视自己的欲望啊，我是这样的啊。现在很快乐，对，唉。但是呢，说是这么说，每个人谁又能做到呢？就好比咱们看那个《西红柿首富》里面那个常远扮演的那个柳建南，对吧？现在的人太看重钱啊，对吧？如何不被金钱所的奴隶？结果王多鱼给他，我包你这一场我包了，下一场我也包了，来干一杯，啊！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？哈，看人真准。其实想一想，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这些大师，他自己他也不咋地的啊。其实就是很简单，道理谁都懂，但是呢，自己的欲望还是打败了自己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懂吧？就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啊。此情此景，知己难寻。我是给那些迷茫的人讲述生命的真谛。我现在看你就特别迷茫啊，特别迷茫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享受也一样啊。你享受过了很多东西之后，你会发现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。这个跟大家伙讲的，得到的人就是得到了，没得到的人呢就是没得到。很多人以前，你像我小的时候玩个 FC 游戏，玩个街机。后来是，对吧？欲望慢慢越来越大，后来就想上网。那个时候我的欲望，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我如果每天都能去玩个热血传奇的私服，对吧？没啥事吃个串儿，对吧？再处个小对象，对我该有多好。但是现在想想，这些你能不能完成？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，基本上都可以完成。但时代变了呀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你的阅历也变多了，也丰富了，你的欲望又会往上涨的。你现在想想，你能支撑以前的欲望，但你能支撑现在的欲望吗？不能了吧？对不对？
想有钱，有错吗？没有错，合理、合法、合规。合理就包括自己是不是有能力获得这个财富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家庭，你可以你上辈子来个投胎学，下辈子一出生，哎，我姓王，我叫思聪啊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打个人花200来万，无所谓啦，无所谓洒洒随了，对不对？这玩意儿那谁说算谁的呀？是不是？都是故事啊，都是眼泪啊。但是对于我狼来说呢，我狼欲望大不大呢？我欲望也大呀，其实没那么大而已啊。谁都有欲望，是吧？小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恋爱经历，但是我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谈恋爱，而且他都是循环性谈恋爱。今天他跟他处，明天他又跟他了，后天他跟他了，后天他的前女友跟他的前男友的前女友的前男友又处上了啊！这个没法说啊，这种东西理解不了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好像不满足现状，有的时候呢，一个人脚踏好几只船，或者说有了正宫女友，还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人类，对吧？这些人就学会了欺骗啊，没法说了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说我狼呢也被侵蚀了。想当年我是对女性没有什么特殊的欲望的啊，我不是说我有病啊，兄弟们。只是看得多了，发现他们每一个人，我身边的发小每一个人，今天领个美女，明天领一个美女，后天领个小妹儿，我也变了啊！我也觉得哎，挺好啊，是不是？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，对吧？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，对吧？咱自己喝酒，来，兄弟们干一个啊！对吧？这个玉兔迎春来，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，述说兄弟诚意，喝多了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来一句他是唱这个，人家是啥？人家不跟你扯，我给他举杯，我模仿了一下，这有女朋友也不叫女朋友了啊，就有小妹儿的人，来喝一个，好，那个抿一口，然后边上那个女，哎，你别喝了，你干嘛呀？来，你多吃点儿，来给你加，我给你扒拉虾啊，来，那个，你少喝点儿。真是啊，是吧？俩人搁那耳鬓厮磨的，逼逼赖赖的。说句实在话，当时如果说你要真想增强自己的欲望，你就真想一个腿绊连人带鬼棍直接给他卷桌底下去，对不对？逼逼赖赖的干嘛呢？搁这儿啊？你说3个人哥们几个来唱歌，对吧？就是拿出麦克风，明明没谈过恋爱，还给他唱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个大粑粑。你谈过恋爱吗？你搁那后来的，对吧？你直接你还不如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流走。世界上幸福这还好一点啊，你唱那逼事儿呢，对不对啊？碰到这种事儿就记住一句话啊。那你说那时候我也不行了，我一看呀，处对象挺好的，你看谁不想啊？是不是？咱不是说，咱也可能有包括面子，也包括对吧？手与手偶然的接触，最多是嘴对嘴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衣服的破裂啊，简简单单是，就是对吧？哎，就整就是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你懂吗？啊，所以说我当时也是被那个啥了。所以说人最开始都是一张白纸，有的时候是吧？天性善良的人也有可能会被人带坏的。孟母为什么3000呀？对吧？就是要培养孩子，就是他有的时候社会有可能会改变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也经历过，以前我那些歌，为什么我老说兄弟的前女友？我恨呐！想当年这一个个的这家虐狗虐的，我就是一个82年的单身狗，对吧？一整处个对象，今天来。大家伙一起喝酒，一会儿这搂个妹儿来，一会儿那搂个妹儿来，到我老哥一个过来了呀，对吧？他们这个做那个做这个的，我搁这儿是吧？这个给他扒虾，那个给他烤肉的，啊！一唱歌，他们搁那儿开始跟妹儿搁这唱那个，开始起哄，狼哥来一个，还是我说不唱了，来一个，不唱了，唱一个，啊，这个。对不对啊？这不是录像啊，这不是
这右边你看这正在直播2023 2月14啊，对吧？实实在在的啊，我们藏雪哥啊，不多说，这个来都来了啊，来唠会儿啊。那个时候我也被他们我也考虑怎么去跟人，但是吧，我就比较直，我没有人家那个心眼子。这个说白了，笨鸟先飞，人家有的人他也不一定说在情商方面比我高，哎，忽悠小妹子啊，怎么才能忽悠到床上去啊？你对吧？不一定有你高，但是呢，人家笨鸟先飞，人家欲望从一小就开始打了，他可能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给人写过情书，而且人写情书都开始对吧？可能比较专业了，明信片啥的啊。但是我狼就没有啊，我狼都21岁才开蒙，哎，入行比较晚，所以说当时就这个逼样。我还联系面都是对吧？就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啊，简简单单，就是懂的都懂啊。小狼是15号的穿梭回来了是吗？木头人不会走啊，木头人是召唤物啊，不会走的啊。喝了几壶没喝呀？像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不喝的啊，我这没有用的啊。好，地粗柳子。后来人也会变呐，对不对？人在一攀比，你的女朋友，对吧？比如说你的女朋友，哼，以前我都玩过，对吧？你心里也会不舒服，是不是？然后或者说是你女朋友啊，好不容易追了一个，哎，普通人，人家女朋友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1.7米，漂亮20，大学生，对不对？一说话都是这样的，一说话都是嗲嗲的。哎呀哥，咱俩回家吧，你干嘛？你又出去喝酒，你讨厌啊！真的是这样的啊，每次你都这样。你要再这样，我不跟你处对象了。然后这边，那个，哎呀，那个你别生气了啊，我不跟他们喝了啊。天天喝也没啥意思啊，你别生气了啊。一会儿那个什么啊，一会儿咱俩那个我已经定好了啊。然后那啥，我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下就好了，哎，是不是？逼逼赖赖的啊，对不对？别想了，没有女水友，咱直播间没有女的，来女粉儿，那女的怎么没有了呢？啊，真是服了啊！哎，我讲的故事不够劲爆吗？怎么走了这么多人？是我放了个《三国战记》，但是基本上没说。但是我只想请问一下啊。这个是吧？你懂的都懂啊。OK， 重点是买什么东西？其实啊，这种海王渣男啊，买的东西呢，对吧？他就挑到了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。就他买东西呢，是他花了不少钱，比如说花了1-2千块钱，按照当时来讲很多了。但是呢，他这是投资有回报比的。他比如说真把女的心俘获了之后呢，他就会跟妹子说一句话：“哎，最近比较紧张啊，你看是吧？我没办法，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啊，我跟你说，面子上挺难的啊。我现在确实是没有钱啊。”我也给你，但是我那2千块钱给你花了，我没办法，这个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这个，但是我就跟你说一下啊，帮我分担一下啊，真让女的一看，对吧？感性嘛，感性动物啊，你就说，哎，我还有点私房钱，哎，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我怎么能花你的？就别啊，不能花你的钱，哎呀，就是你看咱俩谁跟谁啊，是吧？哎呀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哎呀，我就是跟你说说，哎，你就拿着吧，那我拿着了啊。对吧？哎，你以为是吧？都有投资回报比，绝对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，对吧？懂的都懂。当，好，感谢我们的香菇哥1手大金卡。这么像你跟老嫂说的话啊？我说什么了啊？这套路我肯定玩，我玩个大把没有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好多的哥们都玩过，包括貌似忠良的男人也不能相信。但是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说啊，我知道一个人啊，
我没有资格评论这个人的道德怎么样，对还是错，因为人与人就是这样的，每个人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都不一样，三观不一样。但是我想说，我是知道这么个情况啊，就是比如说啊，我兄弟和兄弟的前女友，就发生过刚才我说的事儿，几乎都是内容差不多，70%以上相似度啊。但事实上呢，他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事儿呢？第一，就是这个女生就特别喜欢他，也许一开始可能是不喜欢，或者说是没那么喜欢，而之后呢，对吧？因为做了一些事儿，这些事儿呢都是套路型的，无论是从言语上去哄，还是从一些物质上最开始的投资。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呢，一旦达到他的这个事儿，他就变脸了啊！当然呢。是这样的啊，主要还是看谁舔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包括女的也有舔狗，一旦女的被套进去了，无论一开始多么那什么，对吧？她也会被套路的，是不是？大家可能理解吧？有时候也同那咱们不光同情男的舔狗啊，也有女的，他谈不上舔狗啊，他只要一个人他重感情，一个人他只要不讲道德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这个人如果不讲道德，这个人你拿他没招啊，对吧？比如说，比如说你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坏人！你看那个《千王之王2000》里面那个黄石虎，就是周星驰演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林熙蕾问他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我是坏，当然是坏人了啊！一个人不给你讲这个道德，你也别说我好坏，我就是坏的，怎么呢？对吧？你拿他是没招，反而呢，有的时候你有时候自我感动，你就会中入圈套的，对不对？啊。OK。有没有 TAS？ 这最近 TAS 太少了，最近的 TAS 太少了啊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当。好，一个大鼻子一缺。其实大伙儿我说的就是只有一个点啊，兄弟们，我是这么说啊，虽然说咱们人气刚才跌了不少，我也基本上是98%没讲游戏，偶尔会讲一讲啊。但是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讲这个事，就刚才我这种唠嗑的风格啊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就专门去唠这个嗑。当然呢，我的能力就不仅限于就是这什么兄弟前女友啊，或者光是三国西游的，也会拓展我的业务能力。这种如果我好好就光做这个，不是什么借用这个游戏的背景，或者说解释个拳皇什么的，说能不能行？至少现在能留在直播间里的，对我的这个讲故事或者唠嗑什么的，还是有点兴趣的吧？咱实话实说啊。那能不能行？你们觉得我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有没有这个魅力，好把这种氛围的这种直播方式给弄好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能说话的都说一句啊，给个机会啊。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还是能用一些诙谐幽默的手段，对吧？7分共情，3分原创的讲述一个这个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见鬼的故事，可以吗？啊，好。但是呢，你在怀旧区，好多人奔着游戏来。我实话实说，你可能不相信，我现在只要放什么游戏就牛逼呢？你放点什么名将啊，放点啥，它人气就会2000多；放合金弹头1600往上；放三国战记时间长了1800往上。你要放三国志就是1200，因为最近放的太多了，没人看了。真的，无论你在说什么，即便你不说游戏，你放那个你放的东西直接影响到你的人气、贵宾数，还有礼物的，没法说。你要播拳皇97，如果是灰 K 的话，那人数就是4000左右，这就很变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沙摩科，咱们这个全程禁地啊，因为没有什么技术，我说的没有那个没有那种游戏讲解的技术点，只有它操作的技术点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几个比较点，就是当一个近玩法，当一个解说的这个纯唠嗑型的背景，其实最适合不过了啊。除了摊分之外啊，因为近玩法呢，相反它没有那么变态，它就是用这个人物角色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设定，对吧？武器也没有，道具也没有，就用这个攻击技能超必杀技能。所以说讲解起来呢，也就是说就是靠走位，靠这个耐心，对吧？没有什么爆发，
所以说你真讲解呢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讲解点啊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当当，天天凉麦割韭菜，哎呦我天！兄弟们，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难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其实我能转型吗？能转型，但是是有风险的，是有风险的。何首乌，因为你刚转型的时候，肯定会有一些粉丝会对你很失望，他会觉得你好好的不务正业，对吧？然后你想获得新粉丝呢，需要机遇。坚持是肯定的，谁不坚持，对吧？你再有机遇，再有啥，你连干都不干。上帝说，你只要买彩票，你一定会中奖，但是你不买，那不行啊，连买你都不买，那肯定不行，对吧？那这个我就想说一个，就是没办法，那现在就是这个状态。你想转的话呢，是需要做出风险评估的，啊，对吧？一旦你转完了之后，可能会伤了有一些粉丝的心。到时候他也不来支持你，当然了，铁粉还是会来支持，新粉丝看命，大火更是看命，这个啊，很早就看了狼了，岁数也不小了，对呀，前些年不是也试过，成本有点高，对，当然市场很多人说，那我狼你经常休息1个月，甚至还休息半年呢，那个时候你干嘛了？哎，这就是性格使然，不是懒。有的时候你看我是不懒的人，我也很有毅力的人，而且原则性我也是比较强的，但是不一样。人生有的时候，你像我也不是拖延症，我就是性格吧比较轴啊，比较偏执，对自己也偏执，这个就比较难受。别考虑大火了，哎，这里面就不是大不大火的事儿，大火有的人你真想火不一定，有的人不想火，哎。他机遇赶上了，他不火都不行。但是不要误会，这样你看，你要是拿目标当论，你要拿欲望的目标去当这个结局，那么你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损失非常惨，是吧？也许高启强最开始只想安心的卖个鱼，你小龙小虎的，别给我逼逼赖赖的行吗？你把档口给我，我好好赚点钱，也许就没有这些故事了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就在于这儿啊，对吧？这个庞统一定有点无聊，其实禁地的话都挺无聊的。玩《三国战记2》它不像1，玩《三国战记1》呢，第一本身大家伙都常看，第二呢，只有诸葛亮和马超能用武器。这游戏你不用武器，不用道具，不用神器，不用孙子兵法、五子兵法，是不是有点无聊啊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在技术角度上来讲，禁地嘛，那肯定是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大家伙也不要在这里说什么踏踏实实的，什么怎么样。我是真的，我欲望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强。当然，话说了，谁不想让自己坦坦荡荡的，对吧？衣食无忧的，啊，合理合法的拥有一些财富，是吧？不显摆不干什么，但是自己，你比如说，我喜欢跑车，没有财富你能买吗？哦，就不是为了显摆，真的是只是喜欢跑车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呀。你比如说，我的梦想就是去世界所有的地方去旅游。对吧？这个不显摆了，我甚至可以不发朋友圈的，不发微博的，我就是想旅游。但是你没有一个充足的经济条件，你能吗？不能。啊，我旅游总不至于是我显摆吧？我不显摆。可是你有这个条件吗？没有。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和愿望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。那你就要去实现吗？对不对？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对吧？好，再战金牌，那就为了一首真吕啊，为一首真吕的啊，三国战记2P 啊。三国战记2P，屏幕正下方，不可复制版，没毛病的啊。铁锅炖自己嘛。好，这个大石头可以连好多点，地刺儿，单 A 地刺儿2点，地刺儿2点，地刺儿。好，起身压制，防御反击，单 A， 哎，这个防御反击特别厉害啊。哎，这个方法会顺身之术到身后下蹲，下蹲 A 起身可以压1、2、3，前手正摇，自由了。对呀，不用说嘛啊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自由，爱情自由，财富自由，时间自由，健康自由，对吧？
自由就很简单，这又唠到另外一个点，对吧？世界上95%以上的自由都可以用财富来实现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就是说，这个欲望，自由算是一种欲望吗？也算的，也算的啊。尊严自由啊，对吧？社交自由都是这样的啊。还有艺术成就感自由、权利自由，是不是？我就想实现这个技术，实现这个艺术。比如说，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像唐伯虎啊，什么齐白石啊这样的人啊，能不能成为梵高啊？在科学上，我想为人类造福啊。我是下一个特斯拉，我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啦，对吧？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最后一下前手，玩的是真稳啊，追地漂亮，这个玩的是确实稳。好，而且还讲了命了啊，他这个进地也能讲命啊，分数打到了1个亿啊，有点东西。OK， 来自于我们的大空翼给大伙儿表演的《三国战记2P》不可复制版本的引庞统进地一命通关啊，当然不进血啊，也不进必杀，当然事实上这就不错了啊。如果进血自进必杀的话，1币我觉得都很难出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